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讲解果树嫁接。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果树的批接，主要聊一聊这个批接的方法把整个的操作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再就是把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具体说一说。现在咱们一起看一看。因为咱们这些教程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做个演示，咱们不在这个植株上做具体的嫁接咱们准备好一些果树的枝条，现在我进行操作，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步把咱们那个针木剪一个平口剪一个平口，大家可以看一下用剪刀剪平，而后从中间或者是稍微靠边一点咱们从上至下切一个口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为什么有时候可以从边上一点切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接穗它细它细咱们从边上切的时候它这个口就窄窄就是更容易和它重合所以咱们可以这样操作。大家可以看一下切一个口就行了从上至下切一个口这个口咱们不用手掰的时候它是比较紧密的掰一下它会能裂开针木切好以后咱们就削接穗削接穗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把接穗削成一个楔形。这里有一个要点其实很多朋友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你看咱们这个芽正好冲着这个有皮的位置咱们削的这切口不冲芽，这样这个芽生长更快一些。当然你如果是冲着芽的话它也能活，但是就没有这个快这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再有一点咱们这个切口可以是一侧稍微窄一点一侧稍微厚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那一侧就稍微窄一点上边就是厚一些。针木和接穗都弄好以后就可以把这个接穗插到针木中了我插好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把这个接穗插到针木中咱们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插的时候就是要对齐形成层为了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演示我把这个弄开和大家具体说一说。我具体和大家说一说形成层形成层就是在这个表皮下部这个位置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你这个针木接穗要重合的位置就是这个地方咱们具体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它两个位置重合起来皮和皮对齐，形成根部位对齐，这样贴合好以后咱们再包裹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它这个外皮是基本一致的再就是木质部和表皮这个位置是基本重合的。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嫁接的时候尽量接穗和针木是同一苗龄的这样它这个皮厚度也差不多，更容易重合一些。如果咱们是用老的这种针木就不能这样对法了咱们只对好里面不要管这个针木的皮有多厚要对齐形成层，不要管皮。但是那个如果苗龄是一样的，只要发现这个外面的表皮差不多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这个留白大家一定要记得留白，因为这个留白以后这个地方出的愈合组织要多一些更牢固一些，生长的更好一些就是这样你看基本上是重合的。这样整个的批接过程就和大家分享完了其中有几个细节大家也要注意一些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觉着不错的话，可以帮忙点赞转发加个关注，谢谢大家，再见。